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比属刚果。尽管已时过境迁，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治下的刚果惨痛阴影仍然在上空挥之不去。如今，殖民地当局仍然在用廉价劳动力为其挖掘矿产。此外，无形的管控也在竭力阻止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更好的教育。然而，情况也许并非糟糕透顶。随着在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的意大利殖民野心日益膨胀，公安军再度临危集结。或许他们装备有所不足，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刚果。我们来看一下民族精神。第一个是隐形天花板，虽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比属刚果的大部分机构和公司阻止当地公民晋升到某些职位，并且他们无权接受高等教育。第二个是失控的大国，尽管我们经济落后，行政困难，我们国家面积仍然大于大多数国家，国家的边远地区难以被中央政府触及和控制，城市之间的通讯和物流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到达。最后一个是治安部队，公安军是刚果的宪兵队和军事力量，成立于1877年，属于刚果，其官员完全是欧洲人，比如比利时人或者是雇佣军，而普通士兵则主要是刚果本地人。这支部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非常有效，然而不平等和管理不善是主要的不满来源。国策开局可以发现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首先来选择现任总督。尽管比利时的高官们对我们的国家有许多计划，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有智谋的人。现任总督也有自己的宏伟愿景，利用他的行政知识来改善我们国家的状况是明智之举。好的，35天后，我们也完成了现任总督的国策。接下来继续选择尝试中央集权。我们广阔的国家从一个中央位置进行控制是极其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发明更好的通信和运输技术。然而，我们应该尽可能努力，使国家更好地围绕首都集中权力。下一个继续选择加强合作。此人是卢旺达殖民地的总督，如果能获得他的支持，我们可能会加强合作，并利用殖民地的资源为我们所用。接下来继续选择改进殖民立法。我们的法律繁多，而且大部分严重过时，仍然沿用刚果自由邦时期的法律，最好聘请著名律师来帮助重新制定我国的大部分过时法律。在完成了改进殖民立法的国策之后，选择比属刚果。该殖民地于1908年建立，当时刚果自由邦被比利时政府吞并，摆脱了比利时王室的剥削。现在比属刚果仍然是比利时殖民地核心政策上的宝石。在完成了比属刚果的国策之后，继续选择自由企业基金。比利时殖民当局深知需要投资才能从刚果获得最大收益，因此他们将向小企业提供财政补助，帮助他们创业。下一个国策继续选择武器修复工坊。虽然大多数军事生产设备都在比利时进行，但仍然有一些小型作坊可以修理和改进旧的军事设备。我们应该确保他们拥有这些完成工作的资源，以备我们将来需要用到这些设备。下一个国策选择加强刚果银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银行的情况下高效运行，我们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掌握国家的货币状况，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比利时国有的比属刚果银行。下一个国策选择扩建村庄。刚果有很大的潜力，但这只能通过庞大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来实现。我们应该在要开发的地区建立新的村庄，鼓励这种发展。下一个国策选择非洲之心。刚果的广阔领土位于非洲中部，虽然相对贫穷且欠发达，但在内陆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无限的可能性。我们要做的就是出击并找到它们。在完成了非洲之心的国策之后，下一个选择投资城市中心。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资金不足。如果我们能在任何地方投资，农村就会被忽视，但这不会阻止我们投资于我们的2个最大城市。下一个国策选择加丹加特别委员会。前总督执掌这个委员会，该政府机构创立于1900年，
肩负着管理和开发加丹加省资源之重任，充分运用这一机构，实为明智之举。下一个继续选择加丹加回声，这是一份报纸，他们共同推动欧洲人在刚果的定居，这可能是值得抓住的机会，以更快地发展我们正在成长的国家。下一个继续选择提拔马凯为省份专员，此人作为初级专员为我们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提拔他为省级专员，将他的职责扩大到更大的区域。来了，到了1940年2月8日，德国对比荷卢三国施加压力。随着德国对比利时宣战，我们作为比利时的殖民地，现在也是正式加入了战争。虽然说刚果的领土面积很大，但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就是在不停的投资各种各样的公司。或许我们在殖民地之中担任要职，但感觉就像是被国王陛下发配到刚果来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战争开始了，我们究竟能否帮助我们的宗主国比利时打赢战争？而刚果自己的未来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下一集再说，这一集先这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